Hello，大家好，非常高兴看到你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Esther Love。今天我将为你分享的是一个我最近的一个小小的体验，同时呢，也是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人类的语言发展。我是一个可以和花草、动物、树木以及水晶沟通的人类。这样的天赋是在冥想的过程状态下回忆起来的。其实，在很小的时候，我就有一些可以和动物以及花草连接的一些体验，只是那时候还不懂。在后来的觉醒过程当中呢，逐渐恢复了早在亚特兰蒂斯时期的一些天赋力量，比如像和水晶的聊天，并且读取特定水晶内的信息，还有向水晶内注入一些特定的信息。那么，同时包括这个现在所流行的光语。那么，对于现在很多人讲述的来自宇宙的这种语言光语呢，其实我个人认为它并不是一个我们人类在未来当中的这个语言发展的一个目标。这个光语对我来说更像是一种通灵的状态，它只是所有的交流表达的工具之一。比如我们用唱歌的方式也是一种沟通，它也是一种通灵的方式。在公开性的这种课程当中呢，当我用水晶波去连接，当我用水晶波去弹奏，并且传导能量的时候呢，比较敏感的小伙伴，比较敞开的小伙伴，可以直接透过观看到我接收到这种远程的能量疗愈。那么有一些小伙伴呢，会通过我在配合水晶波吟唱的时候，来感受到高次元频率的一种疗愈以及传导。在这种唱的过程当中，我所能够表达的，其实就像是把天界的这种能量转变成一种你们能够无感能够觉知到的一种方式去接收。因为大多数的人还是以看、闻、听、嗅来作为一个感知这个世界的一个方式。那么更高次元频率的上的感知，如果在没有打开的情况下，可能不能够感知到天界的一些能量状态或者是一些信息。但是通过在我的这种水晶波的吟唱过程当中，你就可以很好的与天界交流，你就可以听到、感受到来自于更高频率状态下另外世界的一个能量状态，以及他们的世界是如何的。比如我们画画，比如我们弹奏乐器，这些其实都是一种通灵的方式，同时呢，也是一种交流的方式。那么在光语呢，也是其中的一种。在我连接宇宙当中其他的存有和存在的过程当中，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其实是以心灵感应的方式来和我交流的。当我进入到一定的状态、一定的频率，他们会，我会感知到他们的存在，有的时候会看到他们的样子。当我感知到他们存在的时候呢，就好像是我还是我，但我脑海里或者是说心里面就会有另外一个想法和意识开始经过我可以觉知得到，他们会传递一些我所在地球上没有学习过或知道的知识，给我。同时，他们也会将一些我们的智慧，将我们未来的发展的内容告诉给我，通过这种心灵感应的方式。而且在亚特兰蒂斯时期，在我的记忆当中，亚特兰蒂斯的，我是亚特兰蒂斯后期，也就是差不多是第3个阶段转世到亚特兰蒂斯的，所以那个时候是亚特兰蒂斯。还是属于在逐渐陨落的状态，但是当时还是很多在科技方面很多的方面都是很发达的。在那个时候呢，作为就是
我的作为祭祀，然后我的社交圈子呢，也就是在我所居住的地方、神庙以及就是所有这些祭祀所应该待的一个岛屿。那么当我的语言那个时候，我的前世记忆里面，不论是通过这种前世的催眠也好，还是通过这个冥想状态中看到的前世的画面也好，我的记忆里面，我和同伴们的沟通，大多是用心灵感应的方式去感应的。就在我看着对方的一瞬间，我会知道对方想让我做什么，并且我会非常准确的知道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去做。信息是非常准确的，也不会有误会对方的这种情况。那么其实语言系统是在亚特兰蒂斯逐渐陨落过程当中慢慢发展出来的。在亚特兰蒂斯的后期也开始出现一些符号，一些符号去记录一些东西，特定的一些知识，但大多数情况下是用心灵感应形式的。在包括埃及，在埃及的文字的出现呢，在传说当中是由这个透特神来创造的。在我眼里呢，透特并不是神啊，就是我们的大祭祀团队的就其中之一。那么在内世我跟他也有很多的交集。那么透特呢，发明这个语言的原因呢，也是因为当时的地球频率在不断下降过程当中，不断的下降，这种心灵感应的天赋在人类之间慢慢的就消退了。那个就是说会在无论是就是在亚特兰蒂斯人之间，这种交流会越来越下降了。并且在当时的这种地球的这种运转过程当中，因为大祭司知道这个地球将会进入另外一个较衰落的阶段，就是将进入一个较低频的一个阶段，所以这种较高频率次元能够做到的这种心灵感应的事情，它就会消失。所以这就是当时语言创造和发明的原因，因为需要这样的一个工具来替代心灵感应。那是因为亚特兰蒂斯在逐渐的陨落，那个时代包括整个的地球在整个进入一个较低的频率状态过程当中。那么现在我们所进入的这个时期就和以往不同了，就和那个时期的亚特兰蒂斯不同了。我们现在所进入的这个时期是一个上升期，地球将进入一个较高频率的阶段。那么在较高的频率阶段呢，就是相当于我们会重新恢复像亚特兰蒂斯时期可以心灵感应交流的那个阶段。我们的人类的语言发展、交流发展将会升级到心灵的感应方式上。我们不需要任何的语言。其实在语言的这种交流过程当中，无论是任何的语言，它都不能完整的表达我们所想、所思、所感，并且很多较高层面、较高次元频率的体验，超出这个世界的一些体验，它也不能够很准确的用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这就好像很多的这就好像就修佛的人有讲啊，就是说很高，当你修习到更高的境界上的时候，然后就是那个境界只有你能体证和体悟，你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原因。但是如果你拥有心灵感应的这种状态，你有心灵感应的这个技能，是可以依靠心灵感应的这种传输去完整的让对方接收到你的体验和感受的。所以对于人类的交流方式上来说，人类的最终的语言的交流的工具是心灵感应。现在呢，就是网络上有很多这种光语，就宇宙的光语，其实在我看来，就是我所连接到的所有这种高次元存有给我的这个光语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每一个字并没有一个具体的信息，而是说某几个音连在一起，它所产生的震动。
通过我，就是相当于它本来是，就是他们想传达的，概念是意识，他们本来想传达的概念是一个意识或者是一个思想，然后通过这种心灵感应的形式传导给我，我再经过我这样的一个过滤器，我就相当于是一个这样的能量过滤工具，我将他们的意识和思想过滤。转化成我们的语言传递给大家，或者是传递成一些特定的语音，就像我在发布的这个宇宙光语当中说的那些你们都听不太懂的那些语言一样。如果你只是去听我说的那些语言，你去研究每一个我说的发的音是什么意思，你是不会懂它这个光语所传递的信息是什么。但如果你让你的整个存在，让你的心去听我在这个光语的这个视频当中传递的这个信息的时候，你会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在讲什么。所以光语它并不是每一个字，就每一个我的发音代表着是一个字的意思，并不像人类的语言这样，它更多的是需要你敞开你自己的头脑和心灵，敞开的去用一个整体的状态去接受它，那么它会帮助你，这个就像是一种能量，我通过我自己的声音，通过我自己的这个语音，将更高次元层面的意识转化成一种声音，然后再传递给你，然后你在接受这个声音的过程当中，你的高我，你的自我再去消化它，就变成了你所得到的信息。这就是一个光语传递信息的一个交流方式。但实际上我们人类的就是光语并不是一个宇宙语言，光语并不是宇宙语言。在我看来呢，真正的语言交流是纯意识的交流，是人类终极的发展的交流，应该是意识的交流，也就是心灵感应。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不需要听我讲，用光语的形式把一些特定的音、特定的一些语音转化成不用把特定的一些就是这些含义和意识转化成语音传递给你了，而是你就坐在这里，然后想着和他们连接，你就会和他们直接的连接，就会知道他们想要说什么，然后你也可以很好的用你的意识去回答他们。我在这里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在跟水晶的过程当中沟通当中的感受。跟水晶、跟花草、树木和动物其实用的都是心灵感应，它都是一种心灵感应。比如说像这个水晶，这颗水晶本身它就是一颗原石，然后我将它缠绕成了一颗吊坠的形式。那么它呢，其实就是一颗拥有亚特兰蒂斯印记、拥有亚特兰蒂斯记录的一个记录者水晶，它上面有特殊的三角符号，这个水晶上面有特殊的三角符号。当我拿到它的时候，可以立刻感受得到它的能量，这个是感知，是属于超感知力。但是当我去拿我的这个手指放在它这个有符号的表面上的时候，我就可以感受到，可以马上通过心灵感应下载到它的信息，知道它要传递的信息是什么。这颗水晶当时所传递的信息没有文字的或者是智慧的信息，而是更多的是一种能量，带着亚特兰蒂斯时期的那种温暖的疗愈能量，以及亚特兰蒂斯时期的一些画面。在我睡觉的时候，我将它放到枕下，看到在梦里面看到，其实当时也不是梦，就意识透过水晶穿越意识读取它的记录，看到了在亚特兰蒂斯时期的一些画面，而且在那个自然风景，在那个画面里面，很清楚的我的意识是知道这个水晶携带的这个信息以及这个画面是来自于亚特兰蒂斯的，你会知道，你不知道你为什么知道，但你一定会知道。还有一些水晶，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水晶，它是一颗白水晶，它是喜马拉雅白水晶涅槃水晶，它就是非常古老的一颗白水晶，在喜马拉雅山顶或山腰处吧，
就海拔很高的地方去采集的。然后这个水晶呢，它是一颗原石，然后它上面也有记录，它也有特别的记录。当我拿着它，就是刚开始拿到它的时候，然后放在我的胸口，我只是拿着它，然后我当时接收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清晰的一个信息，来自于它传导的信息。我相信是一位智者，或者是一位大师将信息传递到这个水晶里面的。因为它的这个，而且因为这个水晶里面当时还有一些画面，一些很特别的画面，我没有见过的画面，很奇特。但是呢，收到这个信息，我那个画面我还到现在还不能理解，但是信息我理解了。它传递了这个一个信息是说，它用类似于像我当时就是说接收这个信息的时候，是以一个像中国古代古文一样的方式去接受这个信息的。这个信息当时说的就是说。我简单的跟你们表达一下啊，原话我记不太清楚了，因为在那种意识状态下，当时记得清楚。他的话的意思就是说，万物的所有的形态它都会陨灭，但是就是说它这个神识永远都在。我当时只记得最后一句话了，就是他最后一句话就是他好像前面是说，万物行什么行，万物什么行，就是劫会灭，就劫会毁灭，就所有的都会毁灭那个意思。我忘了具体是什么了，当时记得。下一句是唯有神实在，就是最后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唯有神实在，就是告诉我说，无论这个世间任何的形态，它就是说形态，世间任何事物的形态它都会陨灭，它都会消失，但是神识永远是在的。其实神识这个词语在我这个就是说普通话来讲，也应该就是意识，就是意识永远是在的，意识永远是在的，永恒的。这是这个水晶带给我的。虽然我就是在觉醒以后，就是一直都知道这个意识是永恒的，等等这些信息，但是通过一个水晶以一个这样的方式传递给我，还是第一次啊。还有一个水晶呢，还有一个水晶也是亚特兰蒂斯时期的一个水晶，那么这个水晶就更神奇了，它在记录着水晶，它是一个喜马拉雅水晶。这个喜马拉雅水晶更为神奇，因为这个喜马拉雅水晶它是一个这样很神奇的形态，就是一个平顶的，然后一个这样的形态，然后这个水晶里面有一些彩虹，它也是天然的喜马拉雅彩虹。这个水晶给我的信息极为特别，当时我拿到它的时候，我只是在冥想过程当中就是这样拿着它，然后呢就解读到它的信息了。首先呢，我就是感知和看到了有喜马拉雅山，然后呢很神奇，因为我当时期盼从这个水晶当中得到的信息，我没有想过它会是什么样的，但是呢就看到喜马拉雅山，然后呢隐约呢就是看到有人形，然后呢有一些人，然后就是在这个附近，然后呢就是紧接着就没有画面了，这只有信息了。这个信息就是说亚特兰蒂斯的一些后裔曾经就是说在巴基斯坦这一附近，喜马拉雅山的附近，将亚特兰蒂斯的智慧带到过这一片区域，然后并且呢他们可能透过喜马拉雅山的某一个什么地方进入到了地心，就是说在生活，但是更多的信息他并不是想要讲这个，他更多的信息讲的是他希望就是说在亚特兰蒂斯就是说以后消失了的过程以后，还可以将亚特兰蒂斯时期的这种美丽的璀璨时期的这种疗愈之光和能量记录下来，所以他将这种疗愈之光和能量呢记录到这颗水晶里面。紧接着我就感受到了那股非常强大充满爱和智慧的疗愈之光。亚特兰蒂斯时期的疗愈之光和列莫利亚时期的疗愈之光还非常的不一样，非常的不一样。它更多的是带有更多智慧性的能量在里面，像列莫利亚的能量更多的是大自然的那种天然的纯净的疗愈力。当时
不仅感受到了这个，在读取它的时候，不仅感觉到了这个亚特兰蒂斯的这个能量，能量感，就是能量疗愈之光是一种什么样的疗愈能量感觉？同时呢，还得到了这个，他是一位男性的大师，将这个信息注入到里面的。我感知到的，他是一位男性的大师。他们应该不是很多人，然后他们不算是逃去喜马拉雅山的，应该是他们很早就知道亚特兰蒂斯的这个文化是会陨落的，所以他们是被安排的，然后可能有十几个人还是怎么样，也可能20-30个人，我不清楚，但是我感知不太多，都是一样的大祭司或者是一些修行的人，然后他们带着他们的智慧和一些信息，然后呢，他们有穿越过这个巴基斯坦附近，就在巴基斯坦这个附近的喜马拉雅山活动，然后呢，现在可能也就是他们的后人可能是在地心，这个是我透过这个水晶得到的信息。透过水晶得到的这个信息非常的震撼，因为在那一瞬间，我所震撼的是一种感动，是好像跨过时间和空间，与这个传导信息的这位大师或者是说祭祀有了情感上的连接。我在读取这个信息的时候，感受到了他当时的那种心情，他对于亚特兰蒂斯大陆的一种爱，文化的一种热爱，以及不舍，以及骄傲、自豪。因为在那之后，他将亚特兰蒂斯的有一种我不知道该怎么讲，是一种疗愈能量注入到里面了。我在读取完信息时候，感受到那个能量之后，非常非常的震撼，也非常非常的能够在那一瞬间回忆起来以前我的一些东西，在亚特兰蒂斯时期的一些生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体验，非常棒的体验。我当时真的是被感动的泪流满面，因为和他有了一个像跨时空的一个连接，他好像似乎就知道我会读到或怎么样，然后呢，就是用一种很好像是在跨时空，在跟我连接，然后传递那个时期的能量，希望我能够记起，或者是希望我能够将这个能量永远的保持，就是找回，或者是永远的保持下去，就是这样一种充满爱和期待的一种能量连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体验，对我来说，这是第3个。其实我还有一些水晶，我还没有读取信息。我之前还读过一个列莫利亚的水晶，也是在拿着水晶的时候呢，感受到那个能量是非常的疗愈的，非常疗愈的。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是无意当中将它放到枕头下，然后睡着了。然后结果呢，就在晚上的时候做梦的时候呢，就看到了，就是我的意识很清楚，是这个水晶在给我信息，而且呢，就是说让我读取到了，我看到了在列穆利亚时期的列穆利亚的一些那个风景，一些山和植物的风景，还有一些小的瀑布，而且还有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一个蜘蛛，就是一个列穆利亚时期的蜘蛛，它是一个类似于金黄色的一个蜘蛛，它好像也就是像普通的蜘蛛一样那么多个腿吧，估计有8个腿，但是它的头部却跟现在的蜘蛛不一样，它的头部好像是有3个到4个，由大到小的那个头叠加在一起的。当时在看到这个过程当中，我的意识很清楚的得知一个信息，就是说这个蜘蛛应该是现在很多蜘蛛的祖先。对，所以这个体验对我来说是超级神奇，也是超级真实的。很多的东西用语言去表达，它是绝对有限。就像我现在跟你表达，我对于这些水晶，在感受它们能量的时候和看到一些画面的时候，它都是非常有局限性的。但是如果你可以和我一样有心灵感应能力的话，或者开发出来心灵感应能力的话，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只是需要你去练习，你就可以拿着一颗记录者水晶去读取信息，你就会明白我所说的是什么了。在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就是打开你的心，因为你的心就是你通往你内在天赋的一个门户，你的心就是心灵感应之窗。所以我们人类的
交流的方向目标将还会是心灵感应，而心灵感应才是真正的宇宙语言，光语并不是，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当你打开了心灵感应能力开发出来了，无论是和花草动物高次元的频率的临界的还有这个水晶，你所有的一切你都是可以沟通的因为他们全靠的是心灵感应，全是靠这里。当然在这种心灵感应过程当中，一定是一个头脑和心灵共同合作的一个过程，因为你需要通过心灵的这个窗口接收这些信息，并消化，你的大脑帮你消化转译成一个别人能够理解的东西，传导给别人。我也经常会传导一些高次元的存有，比如大天使啊、独角兽呀，或者是养生大师的信息给小伙伴们这种能力它也是通过心灵感应传导之后，你的头脑去消化它，把它转译出来的。光语更多的是我以一个声音的形式，把更高次元的频率转译成一个声音，然后直接让你听到，你听到了之后呢，然后透过你自己的管道去理解它、消化它。其实光语的理解和音乐、画画的这个理解是一样的。当你去看一幅画，当你去听一首抒情曲，当你去听一首没有词的歌的时候呢，这个状态下其实也是在通灵交流，是一种通灵方式的交流，也就是心灵感应的交流。画画弹奏乐器、唱歌，还有我们的语言文字，其实全部都是能量的不同形式的一种显化，也就是他们以不同的形式去显化出同样的事情来。比如当我说我爱你，它是一个将爱的能量转化成一个语言的形式去让你知道。但如果说我不讲我爱你，我只是坐在这儿，我心里想着我爱你，我的意识、我的能量传导给你，其实在这种状态下你也是能够感觉到我爱你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自己经常会感觉到某某某好像喜欢我，好某某某怎么样，你的这个感知其实就是一个心灵上的感应。你更多的去敞开你的心，更多的去展开你的想象力，那么你就会更好的去理解很多的东西，并且会更好的创造很多东西。我们的这个世界其实也是靠着我们的这个想象力而完成的。有了我们的意识的永恒不灭，我们的意识创造了这个美妙的世界。因为我们的意识通过我们的想象力，通过我们天马行空的想象，才创造了我们现在的世界，对不对？我们的电话也是当时想象而来的，然后才发明出来了。有想才会实践，包括我们的飞机也是想着我们能像鸟一样飞，然后才发明出来的。这个道理我相信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定能明白。所以在这个时期，小伙伴们一定要更好的去专注的向内挖掘你的心灵天赋，更多敞开你自己，去接受更多的新的智慧和知识，同时呢，让爱时刻住在你的心里。因为记住，你就是爱，而且爱会帮助你滋养你的所有天赋力量，而且爱也是宇宙当中最容易交流与传导交流的一种能量。通过爱的能量，你会更容易的和高次元以及其他的存在，高次元的光与爱的存有能够连接上，才能更多的去不断的学习以及发展。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谢谢。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在我的这个频道下面留言，或者是参加我们的课程，在课程当中向我直接的来提问。我爱你，如同你爱我。我爱你，如同你爱我。